我要挑战。蛋蛋话音刚落，意识便回到了本体。他还站在沙海底部，周围是海水围成的墙壁，但忽然前方的海浪翻腾，出现了一个深邃的海底隧道，与之前楚风离开时所出现的海底隧道是一样的。只不过当时楚风放弃了，并没有选择踏入其中。蛋蛋猜测，楚风当时也许下了愿望，只是得知失败的代价后，便又放弃了挑战机会。蛋蛋踏入其中，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前方还是出现了一道结界门，穿过结界门，便进入了另外一片空间。空间很大，像是一座海洋宫殿，四周的墙壁都是奔腾的海水，只不过那是黑色的海水，正因漆黑，因此这座大殿也是漆黑一片。忽然一道光束从天而降，落在了蛋蛋面前的不远处，那是一把黑色的刀刃，黑色的刀刃后方有着一个结界球体，手持此刃，折磨界内之人，直至死亡，你便通过考验。此地的声音响起，闻言，蛋蛋探手一抓，本在地上的黑色刀刃便飞入蛋蛋手中。折磨人，这种考验对于蛋蛋而言简直没有任何难度。咔嚓，很快那结界碎裂，界内之物浮现在了蛋蛋眼前，那竟是楚风。只不过此地的楚风虽然也很虚弱，但状态比外面的楚风好了很多。这个楚风似乎说不了话，只是看着蛋蛋，眼中满是祈求。用这种把戏吓唬本女王，蛋蛋走上前去，一刀便刺入了那楚风的身躯，随后立刻拔了出来，鲜血喷溅。那楚风也是虚弱的跪在地上，面露痛苦，同时眼神更加可怜。可蛋蛋却没有丝毫怜悯，一个楚风的幻想便想让他犹豫，蛋蛋可没有那么优柔寡断。可就在此刻，此地的声音再度响起，提醒你一句，可没说过这就不是真正的楚风。此话一出，蛋蛋脸色大变，不由得再度看向眼前的楚风，想凭借对楚风的了解，寻找出眼前这位的破绽，由此来确定这并非真正的楚风，只不过是幻象而已。可越是观看，蛋蛋越是心慌，他竟根本无法分辨出眼前这个楚风是不是假的，简直一模一样。蛋蛋猛然回头，发现来时的结界门已经关闭了，自然没有机会去看外面的楚风还在不在。你也可以选择放弃。那声音说道。闻言，蛋蛋闭上了眼睛，沉默了片刻，再度睁开眼眸，他的眼中出现了决意，伪装的还挺像。话罢，手中的黑色刀刃便接连对着面前的楚风挥砍而去。任凭那楚风痛苦无比，身体被砍得血肉模糊，蛋蛋也没有丝毫的停手，直至面前的楚风彻底倒下，没了气息。可蛋蛋却没有丝毫慌乱，而是抬头问道，这挑战我成功了吧？你怎就知道你刚刚杀死的不是真正的楚风？那声音问道。少浪费本女王时间，本女王知道那是假的，你现在快去救楚风。蛋蛋不耐烦地说道。呵呵，一阵淡淡的笑声响彻，随后那倒在地上的楚风便化作黑色气焰挥散而去，同时那封锁结界门则再度开启，蛋蛋立刻转身向来时的方向跑去。可那声音再度响起，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看出他不是真正的楚风？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没得选了？不管那楚风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唯有要动手通过考验，楚风才会得到救治，所以才出手。闻言，蛋蛋止步，本女王与楚风的默契不是你们能够理解的，任何人本女王都可能认错，但唯独楚风不会。想在本女王面前伪装成楚风，你们还得练。话罢，蛋蛋便走了出去，他穿过结界门，很快回到了楚风所在的位置，这才发现楚风的状况比之前好了很多。之前的楚风只剩下一口气了，那口气随时会散掉，但是现在那口气稳住了，但也只是稳住了，依旧非常非常的虚弱，虚弱到根本不是寻常的天龙界灵师能够医治的程度。这是医治过了吗？蛋蛋问。以你刚刚的挑战难度，这便是他所能够得到的医治程度。你若觉得还不够，可以继续挑战，但接下来的难度会更大，你也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失败的代价与之前相同。那声音响起，我要继续挑战。蛋蛋说道。话罢，又有一个结界隧道开启，蛋蛋毫不犹豫踏入其中，穿过结界门后，映入眼帘的依旧是被漆黑海水封锁的大殿。而蛋蛋刚刚踏入其中，漆黑的大殿中心便出现耀眼的光芒，将整个大殿内照耀的灯火通明。这一刻，蛋蛋能够看到，在这大殿四周的墙壁之上，竟摆满了黑色的长剑，一眼望去，足有千万把之多。枪！忽然，黑色长剑动了，直奔蛋蛋飞掠而来，速度之快，蛋蛋都无法闪躲。这把剑直接穿透了蛋蛋的心脏，穿透而过，此剑竟化作气焰消散而去。可蛋蛋却疼得紧咬牙关，双腿一软，竟半跪在了地上。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胸口，不过一瞬间便疼得汗如雨下。此剑蕴藏着特殊的毒素，带来的痛感是正常剑的数倍不止，且看似穿透心脏，实则蔓延全身，纵使蛋蛋也难以忍受。相信你感受到了这剑的特别之处，这种痛楚是会根据它们穿过你心脏的数量而进行叠加的，你可以自己选择
承受几次穿心之痛，但选择的机会只有一次，且你选择的越多，对楚风的救治力量便会越强。若你中途承受不住，可以放弃；若你不主动放弃，身体承受不住而死亡，也将视为失败。那声音再度响起，可其话音刚落，淡淡便立刻道：全部。全部？你的意思莫非是……那声音感到震惊，就是你想到的那个意思。这里的全部，淡淡说道，这个决定过于疯狂，你确定吗？那声音问道。不要耽搁本女王的时间，现在，立刻，马上，全部冲着本女王来。淡淡眼眸没有恐惧，有的只是急切与愤怒，急切的想楚风立刻得到医治，愤怒的是这里的存在偏偏在耽误他的时间。那位的声音没有再度响起，可是这大殿却变得无比的嘈杂，数千万把黑色长剑同时自墙壁脱落，漂浮在这大殿之上。刷刷刷，下一刻，黑色长剑接连动身，向淡淡的心脏刺了过去。修罗剑一直在楚风的界灵空间内，它蕴含着超越界灵的力量。纵使楚风已经昏死，可他却能够凭借强大的感应力感受到外面的情况。不过他这太古杀海的力量很强，纵使修罗剑的感应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根本无法穿透那结界门，自然感受不到淡淡所经历的一切。嗡！忽然一股光芒从天而降，笼罩了楚风。这道光芒先前出现过，先前正是这道光芒使得楚风那仅存的一口气息得到了稳定。只不过现在这道光芒的力量远非先前的可比，使得楚风的气息在快速的恢复。那小丫头成功了吗？够厉害的呀！不错不错，没丢我修罗灵界的脸。修罗剑忍不住发出感叹。很快那光束消散，楚风虽依旧昏迷，可身体已经恢复了30%，只是淡淡的身影却迟迟没有从那隧道内走出来。许久之后，淡淡才跌跌撞撞的走结界门内走出来。他身上看着无伤，可却异常虚弱，但这已经好了许多，先前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便是他过了这么久才出来的原因。正常来说他应该继续休息，可他担心楚风，所以刚刚能动，他便强撑着走了出来。但还未靠近楚风，便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他真的太虚弱了，可他苍白的脸上却露出了一抹安心的笑容。他能感觉到楚风的状况比之前好了太多。姑娘，你勇气可嘉，因此可以给你一次特殊的挑战机会。这次挑战你不会失败，只要接受就可以让楚风的伤势得到更好的救治。而这次的挑战你将遭受精神攻击，承受不住你将会死。此地声音再度响起，可还不待淡淡回答，那修罗剑的声音便响起。够了小丫头，楚风的命已经保住了，至于让他痊愈，可以另寻他法。然而淡淡根本没有理会修罗剑，而是说道：我接受。话罢，淡淡便转身再度走入了界灵门之中。而淡淡走后，修罗剑竟自楚风体内飞掠而出，竟满含怒意，差不多得了，真要折磨死这个小丫头，这小丫头要被你折腾死了，本王一剑劈了你。修罗剑此话一出，其周遭的空间微微颤动，走出一名身穿黑袍满头白发的中年女子。女子的脸上布满疤痕，那似是无法治愈的疤痕，因此看上去有些恐怖。而女子身上有着极强的杀意，气势更是非同一般。她有着绝对的自信，哪怕看着修罗剑也是面色不改。怎么一直待在一起，有感情了？黑袍女子问道。而她的声音与此地一直响彻的声音一模一样。本王自认为已是铁石心肠，但没想到还有比本王更加铁石心肠的。借着救楚风的名头反复折磨这小丫头，这种不是人的事本王都看不下去了。修罗剑说道。这是大人的意思。那女子说道。哪个大人？修罗剑问。空间又是一阵蠕动，一个身穿白裙的绝美女子走了出来。大人，您也来了。看到这位，修罗剑的语气随之客气起来，因为这名白裙女子便是当初在神迹传承地将修罗剑放入楚风体内之人。这一路走来，他对楚风帮助颇多，可非要说起来，他的自身的魔力却远不如楚风。此次是难得机会，需对他的精神锻造一番，否则日后的修炼之路会留有隐患。很是狠了一点，但没有办法，毕竟他现在不在修罗灵界，我们也缺乏机会对他进行磨练。何况现在他心中有了为楚风这个信念，这股信念将唤醒身体潜在的力量，就算本无法承受的事，他也能承受。这个时候锻造其精神，效果会更好。白裙女子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修罗剑也不多言，他很清楚这位大人在这里，一切都无需担心。莫说这8道天河，就算那第9道天河之内也是无惧。此刻白裙女子却将目光投向了海水墙壁的方向，那明明是墙壁，可她的眼神却像是在欣赏着什么，因为她的视线穿透沙海，穿越星空，锁定在了极其遥远之地。那片空荡的星空中，世界极少，几乎看不到散发光芒的世界，漆黑的诡异。而实际上在那片星空之中还隐藏着另外一片星空，那是宋长生所在的浩瀚空间。浩瀚空间内，一座堪比平原上界的巨大世界上，有着宽达数万米、
深不见底的沟壑。轰隆隆！忽然世界震荡，尘土飞扬，武力散去之后，可以看到又有一个全新的沟壑出现。视角延伸，能够发现那巨大且深邃的沟壑竟遍布这世界。那并非是沟壑，而是剑刃与斧刃留下的痕迹。而实际上，这个世界还能存在，不仅是因为它的体积太过庞大，也是因为它距离剑刃与斧刃的距离较远。放眼望去，这庞大世界的不远处有无数碎石飘动，散落星空之中。那原本都是完整的世界，现在皆彻底摧毁。一切都是两道身影所致，那是宋长生以及那明手握青铜剑的白袍女子。二人原本都在观察平渊上界，在发现无法看穿平渊上界金光由来之后，便开始交手。直到后来平渊上界有巨大的金色虚影出现，二人才短暂停手，又去观察。而在刻写修罗黑色巨剑将金色虚影斩杀后，他们仍无法看穿平渊上界后，便再度交手，一直战至此刻。二人的每一道斩击都具备真正毁天灭地的力量。下界这种体积的世界，只是余波便会被摧毁；凡界体积的世界，随便一道斩击都可让其彻底粉碎。哪怕堪比上界的世界，也同样会被斩切开来。也只有那堪比平渊上界的巨大世界能够承受斩击，当然也是他距离二人交战的距离太远，若是再近一些，怕也早被摧毁。二人交战的威势是真正的惊动星空，远非平渊上界那神族神母出世可比。也就是二人所在的浩瀚空间内，世人根本接触不到，否则二人交战的威势将完全盖过那神母出世所引起的轰动。唰！眼下一个巨大的斧形巨刃在虚空快速移动，这斧形巨刃的面积竟堪比一方上界。枪！可一道剑光出现，那巨大的斧形巨刃竟化作武力飓风四散而去。是那白袍女子，她依旧双眼空洞，没有眼珠，长发飘舞间，宛如厉鬼一般阴森。可厉鬼却远没有她可怕，毕竟刚刚的斧形巨刃是能轻易展开平渊上界那等浩瀚世界的手段，可这白袍女子却能够轻易破开。唰！破开斧形巨刃后，女子并未再度出手，反而是将青铜剑放入剑鞘之中。见状，宋长生也是立刻停手。女子看了一眼遥远的星空，跟随女子的视线一直延伸，在距离此处极远的星空之中，竟有着一朵白色的莲花，散发着微光。那个你可以拿走，但你不许继续前行，否则要你命。话罢，白袍女子转身消失在了星空之中。宋长生脚步轻轻一踏，竟瞬息之间便跨越遥远星空，来到那朵莲花面前。他取出一个散发远古气息的花盆，就连里面的土壤每一粒都宛如水晶一般散发微光。他将那长在星空之上的白色莲花放入这花盆之中。隆隆隆！莲花刚刚放入，竟释放出强大的力量，那花盆竟摇摇欲坠，明显承受不住莲花的力量。见状，宋长生赶忙又取出一个玉瓶，玉瓶打开，奇异的清香散发而出，只是闻一闻便能延年益寿。而他则将整个玉瓶内的水都倒入那花盆之中，这才让那白色莲花平息了下来。有了此物，喵喵魂之物焰的掌握能力会更进一步，修为也将大有增进。宋长生露出满意笑容，旋即站起身来，看向女子离去的方向，眼中涌现出向往。他向往的不是女子，而是向往女子离去的方向。那个方向是这浩瀚空间的更深处，那里具体有着什么他也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只是来到了这里，便找到了不少外面难以寻得的宝物。这浩瀚星空深处的好东西必然更多。可他知道那名女子先前根本没有施展全力，因为在与宋长生交战的时候，那女子的眼睛始终是空洞的。不过好在宋长生也没有施展全力，但这样的对手仍是让宋长生感到兴奋。兴奋之余，宋长生不由看向了自己的斧子，那里有一道裂痕，但却并非是刚刚的女子留下的裂痕，这道裂痕显然有些年头了。楚轩辕，也许你离开的早了。无论这方修武界是真是假，但其实也还是蛮有趣的。我们对这里的了解还不够深。宋长生心中感叹。